科学家们认为，在我们浩瀚的宇宙中，有无数的恒星和行星，其他的生命形式一定已经进化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JUICE 可以帮助我们在数百万英里之外的系外行星上探测到地外生命的迹象。在最近的 NASA 美国宇航局所制作的系列科普节目中，科学家们讨论了韦伯太空望远镜是如何识别有大气层的系外行星的，这增加了发现外星生命的可能性。天体物理学家埃斯皮诺萨指出，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和物理学都表明，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截至2023年3月1日，我们已经在广袤的行星系统中发现了超过5000颗确认的系外行星。这些恒星系统中有接近1/5的有一个以上的行星。探测系外行星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流行的0日系外行星探测方法。我们只需耐心等待，直到行星从恒星前面经过。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这个0日发生在我们从地球上看的同一条视线上，那么我们就会观察到我们从那颗恒星上观察到的通量有一点变暗。这就是我们如何探测这些种类的系外行星，我们称之为系外行星。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方法，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被证实的系外行星的来源。天体物理学家可以通过观察一颗行星在其恒星前面经过来确定它是否有大气。研究人员观察恒星亮度的微小下降，以表明该行星在前面经过，并挡住了它的一些光线。然后他们可以分析这些光信号，以确定是否存在表明有大气层的化学物质，以及如果有的话，它是由什么组成的。观察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和物理学如何工作的所有常识都会说，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探测系外行星的一个方法是耐心等待，直到它们从其恒星前面经过。如果我们足够幸运，一点点的光会被过滤掉，穿过它们的大气层。如果大气中存在化学物质，就可以确定是这样的。我们试图从2个分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大气？一个是二氧化碳，而我们寻找二氧化碳的原因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经验。火星和金星的大气层以二氧化碳为主，地球是氮气，这意味着大部分都是氮气。但事实证明，二氧化碳大气层产生的信号是最大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寻找的，试图弄清楚它们是否有大气层。但人们也在寻找水的特征，即使一颗系外行星确实有大气层，这也不意味着该行星将适合生命居住。研究人员需要分析大气层的内容，看看是否有任何只有活细胞才能创造的化学物质。对于到底什么会向你宣称或尖叫那是生命，没有强烈的共识。埃斯比诺萨说，你不只需要一个分子就能被检测到，你需要几个你能检测到的分子。埃斯皮诺萨说，当在金星上检测到磷化氢时，许多科学家声称这意味着这个星球有生命，因为通常磷化氢只由生物产生。然而经过进一步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产生磷化氢。这一发现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地球上的生命是否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寻找它而被错过？韦伯天文望远镜一直是系外行星研究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因为它让天体物理学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细节。但现在有了詹姆斯·韦伯天文望远镜，你打开了颜色和区域的数量，而颜色相当于你能检测到什么样的分子。天文学家托马斯·亨宁，在这之前我们极难发现所有的那些像水的微小特征。你们之前是知道的，也看过很多报道，但是现在有了詹姆斯·韦伯天文望远镜，你就像打开了整个化学清单，打开了无数种潜在的可能性。它可以探测到水，现在我们包括你可以来验证二氧化碳存在于太阳系的外行星了。